没见过这么能跑的孩子，难怪六皇子每天早上要起来绕御花园跑一圈了。感情是怕跟苏小少爷玩的时候追不上他，看来以后我也得练啊。可看到纸鸢掉下来，瞧见了，应该是掉到那边了。刚才那公公是不是骗我们的？应该不会吧，纸鸢掉到这里很正常。六皇子，纸鸢好像掉进了朝阳宫，掉夏贵妃的寝宫去了，怎么办呀？这有什么怎么办的？去捡不就行了？说的可真轻巧，你是忘了你用马蜂把夏贵妃蛰得有多惨吗？这后宫的女人就没有不记仇的。朝阳宫在哪儿？贤妃娘娘，不好了！苏小少爷的纸鸢掉在了贵妃娘娘的寝宫上头，他爬上去捡，下不来了。怎么能让苏小少爷爬屋顶捡纸鸢？他一定要那纸鸢不可。朝阳宫的宫人说不敢碰苏小少爷的纸鸢，他就自己爬了。您快去救他，他快要摔下来了。那夏贵妃呢？夏贵妃在睡觉，宫人不敢打扰她。家宴都快开始了，夏贵妃这个时候睡觉，骗谁呢？宫里有几个苏小少爷？就一个吧。不过我们家小少爷在屋顶上一向健步如飞，怎么可能下不来？这说的是我们家小少爷吗？本宫正准备去长春宫，贤妃妹妹怎么就来了？快上去把苏小少爷扶下来！苏小少爷爬我朝阳宫的屋顶，你们也不拦着，还不快把他救下来？不用，我自己下来。哎呀，烫死我了！那你爬那么半天？祖母给我的金瓜子不小心掉到了屋顶上，我在找金瓜子。真的？当然不是了，我的风筝怎么也不可能没到夏贵妃的屋顶上，还被人用石头压住，这一看就是故意的。我不给他一点教训，能是我的作风吗？当然是真的啦，我去玩了。我就来看看龙宇，怎么就碰见他俩了？佳儿，见过护国公主，不必多礼。我都还没被封公主，他就踩着我被封为超一品公主，永远压我一头，凭什么？佳儿只是抹不开面子，他心里知道你对他有恩。脸都不要的人会抹不开面子，可能吗？不过好歹云三太太还有点良知，知道再跟我作对不会有好下场。这是怎么了？谁赶着我们信阳公主不高兴啊？还不是晋南王世子妃，要世子夫人给他行礼。连太后都在晋南王世子妃手里吃过亏，你和她硬碰硬，你不吃亏，谁吃亏呀？连你也帮他说话？我不是帮他说话，我是在帮你。你明知道所有人都向着他，还故意和他作对，岂不是把那些原本疼你的人都推到他那边去？晋南王世子妃知道你是沈皇后的女儿，他就主动请皇上收回记名在沈皇后膝下的旨意，皇上舍不得，就加封她为超一品公主。我就知道皇上是真喜欢她了，哪怕就是沈皇后的女儿，也比她不过。为什么所有人都向着他？就连最疼我的夏贵妃都要比他苏唐的锋芒？本宫和你说这些不是打击你，而是在教你韬光养晦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你只有比他做得更好，才能把失去的人心都收回来，
使小性子胡搅蛮缠，只会叫人厌恶。长此以往，哪怕你是对的，别人也会认定是你的错。以后不要什么情绪都摆在脸上，叫别人一看就知道你在想什么。要学会喜怒不形于色。这话我也跟嘉儿说过，可从夏贵妃嘴里说出来，心里怎么这么不舒服呢？以前觉得夏贵妃是真把嘉儿当沈皇后女儿疼，现在看来却满是利用。夏贵妃分明是把嘉儿当她的一道护身符。可本宫还这么多虚礼做什么？快坐。近来老王爷查镇国公府的案子，可有什么进展？怎么觉得他像是在套我的话？我得留个心眼。昨个我还听到老王爷和老王妃说镇国公府的案子，苏大人尽心尽力，派人去东雍拿到了詹伯侯生前的亲笔，这2日就送进京了。等对过笔记，就能确定当年给镇国公府定罪的信是人捏造，就能给镇国公府翻案了。为什么听到这个消息，夏贵妃眼里闪烁的是恐惧和不安？难道不该是喜悦吗？本宫日盼夜盼，总算是盼到这一天了。左相把镇国公府遗孤养得很好，文武双全，等镇国公府翻案，有这么多人帮衬，他定能重振镇国公府门楣。那些坑害镇国公府的人也必不会有好下场。连老王妃的好性子都不止一次说过，将那些黑心烂肝的人五马分尸，皇论是皇上的了，这是自然。贵妃娘娘，家宴要开始了。本宫知道了，这就领云三太太和信阳公主过来。皇上驾到！宫里许久没办家宴了，今儿家宴只谈家事，不论国事。虽然皇室宗亲们都认得护国公主和信阳公主，但还是该郑重地向宗亲们介绍一下才是。皇上并未下旨封嘉儿啊，怎可以信阳公主称之啊？皇上迟早是要封的，只要没更改皇家玉牒，就不算正儿八经认祖归宗，不会折了嘉儿和皇上的福。皇上下过口谕，虽未认祖归宗，宫里上下须与嫡长公主之礼相待。哎，皇叔太慎重了。堂儿，起身给宗亲们见个礼。皇上既然先介绍苏唐，而不是嘉儿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还要看多久啊？至少还用1个时辰才会散宴。唉，1个时辰屁股都要坐硬了。哎，说话能文雅一点吗？1个时辰，臀部都要坐硬了。就这么干坐着吗？早知道我就不来了，还不如逛街有意思。逛街，你有钱吗？你要坑我父皇钱？还说我说话不文雅？我这怎么能叫坑呢？我这叫卖艺，挣点辛苦钱。再说了，你父皇的钱不赏我，他也会赏给别人呢。便宜别人还不如便宜我呢。好歹我买串糖葫芦也给你吃2颗。你们2个在嘀咕什么？小北问我，他给皇上献艺有没有赏赐？你要给朕表演什么才艺？表演的好才有赏。我给皇上捏舞剑。皇上，我的剑舞得怎么样？着实不错。你要什么赏赐？我也喜欢金子。你要朕赏你多少黄金？
多少？1两。1两。哦，就要这么点啊？哎，多了我娘就给我拿走了。皇叔啊，您这小孙儿小小年纪和朕同桌吃饭就丝毫不欠，待他长大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你要不要也给皇上表演个才艺？等我也学会舞剑，再给父皇表演。皇上，不好了，刑部着火了。刑部怎么会着火？我去看看。怎么会突然着火的？而且烧掉的还是存放卷宗的库房啊！一时不察，被人用了调虎离山之计。人没事就好了。幸亏老王爷及时把供词和证据呈给皇上过目了。这是镇国公在天之灵保佑。皇上对比了笔记，雷天震怒，明日一早就会在议政殿上替镇国公翻案。烟熏火燎的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大白天的就敢放火，还是烧的刑部，也太无法无天了。哼，镇国公满门忠烈，都敢污蔑镇国公通敌，烧个刑部又算得了什么？你也觉得这把火要烧的是镇国公府的供词？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是怀疑刑部着火是冲着毁掉供词去的，可供词早就送进宫了。在进刑部之前，你我都不知道供词已经进宫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放火之人收到的消息有误？放火之人知道信老王爷手里已经有证据，能替镇国公府翻案了，但不知道信老王爷这么心急，会不顾皇上有没有心情参加家宴，就把证据送进了宫，以为供词还在刑部，才大白天就放火。可若是在信王府就泄了密，应该知道信老王爷把证据送进宫了呀。思来想去，好像只有知道这事的人故意说一半掖一半，才能造成这样的局面。可信王府里没这样的人啊。这么多年，信老王爷一直在找证据，想替镇国公府翻案。谁想到当年的供词和罪证会被一把火烧毁？这般失职，不严惩都对不起信老王爷多年心血。谁告诉宋国公，镇国公府当年的供词和通敌密信被烧毁了的？刑部存放档案的库房都烧没了，供词和密信还能安然无恙？请皇上替镇国公府翻案。信皇叔昨儿家宴之前就把供词和证据送进宫给朕过目了。当年镇国公府通敌的书信乃奸人伪造，我宁朝因此冤枉了忠臣良将，实属不该。当年镇国公和东庸淡伯侯的往来密信，臣见过呀，确实是镇国公亲笔呀。当时几位老大臣也都辨认了，臣知道老王爷和镇国公关系好，一心想替镇国公府翻案，但不能为了给镇国公府翻案就如此颠倒黑白吧。红山派人去东庸几经波折，拿到了淡伯侯的亲笔，和当年从镇国公府搜出来的淡伯侯亲笔密信一对比，就知是人伪造的。至于从镇国公府搜出来的2封没有送出去的密信，信的内容并非是镇国公所写，只是落款和私印是他的而已罢了。从镇国公府翻出来的密信和苏大人找回来的淡伯侯亲笔看上去一样，但仔细辨认就知镇国公府这几封密信形似而神不似，确实是伪造啊。就算2封信笔迹不一样，也不能代表苏大人找回来的淡伯侯亲笔就一定出自淡伯侯之手，也有可能这封才是伪造的。当年从镇国公府搜出密信来，查都不查，
就一口认定这是淡伯侯的亲笔，定镇国公府一个通敌的罪名。如今我好不容易找到淡伯侯的亲笔，宋国公却怀疑是伪造的。当年对待政务怎么没有这般严谨的态度？皇上，犯案本就该严谨，臣严谨些，何错之有？宋国公一句怀疑找到的证据可能是伪造的，就把我和刑部上下几个月的心血给抹杀，这就是你宋国公的严谨。臣以项上人头担保，这确实是淡伯侯的亲笔。宋国公怀疑臣找回来的并非淡伯侯亲笔，臣恳求皇上把去东雍取淡伯侯亲笔的重任交给宋国公，若查证是伪造，臣与镇国公府同罪。既然宋国公怀疑苏爱卿找回来的证据是假，那就再找一份淡伯侯的亲笔信回来。以宋国公的严谨，必然有办法确保派去东雍的人拿回来的亲笔是真，否则就是故意阻挠给镇国公府翻案，该以残害忠良之罪论处。就算证明这亲笔是真，那镇国公的落款和私印呢？那总是无可辩驳的吧？我不否认那是镇国公的亲笔和私印，但是从镇国公书房搜出来的淡伯侯的书信是伪造的，那镇国公写给淡伯侯的密信，他就必然是真不了。一定是有人拿到了镇国公的落款和私印，伪造的密信。一定是有人拿到了镇国公的落款和私印，伪造的密信。这满朝文武，没人比新老王爷更了解镇国公了。有谁能比镇国公在白纸上写下落款，又拿到他的私印呢？莫说镇国公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他的私印足够是调动兵马了，轻易不离身的。就是本王也不会如此疏忽啊！新老王爷如此替镇国公辩驳，实在是难以取信于人了。臣相信镇国公对朝廷的忠心，必是遭人构陷。如今找到疑点了，当年通敌一案要重新审理。宋国公派人去东雍找淡伯侯亲笔，刑部也不会闲着，会接着找证据，证明老王爷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。没见过宋国公这样挑刺的，还好皇上让他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嘛，不然我得气得饭都吃不下。还有宁王说的话，要是能拿到他的亲笔落款和私印，造一封通敌密信，看他还能不能这么振振有词。伯父替镇国公府翻案，和宋国公在朝堂上吵起来了，苏兄怎么一点也不生气啊？生气有什么用啊？别生气了，我有事需离京1-2个月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你们陪我好好喝几杯。苏兄为什么要离京这么久？去做点没什么意义的事。啊？没意义？那你还去做啊？闲着也是闲着，或许很快就回来了。来，喝酒。真是要被苏兄的脑回路给打败了。不过他有大嫂这么聪慧的妹妹，和苏小少爷这般机灵胆大的弟弟，再加上那一身不俗的武功，应该也不用担心。路途遥远，借我点盘缠。穷，绝对是苏季之命的弱点了。借多少？这回多借点，一人借我10两。就借这么点儿，你装得开口，我们都借不出手，还得给你去换零钱。我不回亲王府了，要是亲王府找我，你就告诉他们我离京了。不过大概没人会问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苏兄经常借钱，但我总觉得他特别有钱。我还以为就我有这样的错觉呢。世子妃，您不生气吗？宋国公搬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我笑还来不及，生什么气啊？宋国公都把老爷和老王爷气惨了呀！你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我爹和老王爷希望能证明拿回来的淡伯侯的笔记是真的，更希望宋国公能证明他们拿到的淡伯侯的笔记是假的。世子妃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证明老爷拿到的亲笔是假的，那不是要跟镇国公府一样砍脑袋吗？镇国公府的案子
信老王爷查了10几年都没什么进展，可见做的有多滴水不漏。但他们都知道郑国公的为人，他绝不可能会通敌叛国，密信必是伪造。宋国公要是能拿出和当年伪造的密信一样的笔记，当年构陷郑国公府必有他一份。他不是主谋也是帮凶，最次他也知道是谁害的郑国公府。我爹和老王爷正好能顺藤摸瓜，替郑国公府报仇，替郑国公府翻案。不一定能报仇，但替郑国公府报仇就一定能翻案。这朝堂的事是真复杂呀，不是我们这小脑袋瓜能想清楚的。转眼到了归德将军府老夫人寿诞这日，为了让归德将军安心去新州统领铁骑军，苏唐给老夫人请了平安麦，还说会帮老夫人调制养生丸。宴会上太吵，苏唐就出来透气，碰到了赵思雨。那日我走后，晴儿她……是我害了她。她定亲了？没有。怎么会没定亲？这事我也觉得奇怪。晴儿确实是被人给救了，但我问她谁救的，她不肯说，我也不敢多问。这些天我几乎每天都去刘府开解她，但她心情始终好不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失了完璧之身，晴儿以后还怎么嫁人啊？晴儿那日佩戴的可是一对绿玉莲花耳坠。晴儿那日佩戴的是一对寻常珍珠耳坠，不过我在逛市集的时候，倒是在一个小摊子上看到了你说的绿玉莲花耳坠，样式精美，叫人爱不释手。但是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够就没买，晴儿也没有。难不成我猜错了？把木指打成脑震荡的不是刘晴儿，可那日西安郡王动木指，怀疑他被人怎么的时候，木指那眸光闪躲的样子，怎么看都像是有点什么啊。大嫂，出什么事了？我来向大嫂讨一点活血化瘀的药膏。等我去药房拿吧。活血化瘀的药膏，怀了身孕的人不能用。大嫂，我先告辞了。明阳侯世子来做什么的？为何这么问？你回答我先。不知道谁崴伤了脚，他来找世子妃要些活血散瘀的药膏。肯定是替刘姑娘要的。你怎么知道是替刘姑娘要的？你跟世子妃去归德将军府参加寿宴，我闲着没事就上街买些世子妃爱吃的糕点，见时辰还早，就去晚翠阁转了转。半夏去晚翠阁的时候，正好刘晴儿也在。她从楼梯上下来，木指正要上楼，刘晴儿看到木指，想都没想转身就走，但转得太急，一不小心就把脚给崴了。大庭广众之下，木指虽然担心，但也不好上前帮忙，还是半夏帮着刘晴儿的丫鬟把她扶到了马车上。刘姑娘都敢拿板砖拍晕宁阳侯世子了，还怕宁阳侯世子吗？不止怕，而且是很怕呢。中午饭的时候还阳光灿烂，这才多会儿就乌云密布了。6月天的天真是说变就变。徐妈妈说这场雨要到傍晚才会下，这会儿还早呢。世子妃，小少爷那天在朝阳宫那么反常，他不会是在先夏贵妃的屋顶吧？应该不会吧。皇上，苏小少爷接着上屋顶取纸鸢，掀了臣妾的屋顶。皇上，这寝宫是没法待了，请您移驾含元殿吧。李大风大，皇上直接去了离朝阳宫最近的长春宫。朝阳宫漏雨，一个个笑得这么开心，未免太幸灾乐祸了。
不是臣妾和宫人幸灾乐祸，实在是夏贵妃吃一堑不长一智。这话何意啊？朝阳宫的屋顶应该是苏小少爷掀的，但他也不是故意的。那日他与皇儿在御花园放纸鸢，纸鸢掉到了朝阳宫附近，被朝阳宫宫人捡到，也不知道是报被马蜂蛰之仇，还是为了给夏贵妃出气，就把纸鸢放到了屋顶上。皇儿让他们帮忙捡下来，他们以不敢招惹苏小少爷为由，拒不帮忙。苏小少爷又非要那纸鸢不可，就自己爬上了屋顶。据他和皇儿说，纸鸢被人拿石子压在了屋顶上。苏小少爷是受不得委屈的性子，夏贵妃和朝阳宫的人都知道，还故意刁难他，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更何况那么高的屋顶，万一掉下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夏贵妃竟然任由苏小少爷爬屋顶，这是贤良淑德之人能做出来的事吗？经此一事，皇上怕是要厌恶夏贵妃了。朝阳宫淹到什么程度？听说都够养鱼了。这事传了出去，舆论一边倒的向着小少爷，个个都说夏贵妃心狠手辣。听说夏贵妃都气病倒了。小少爷一共就进宫2回，一次比一次战功彪炳，我们家小少爷真是厉害。不过也被老爷打得挺惨的，屁股都打开花了。娘，爹怎么把北儿打得那么惨啊？我也心疼你弟弟，可他才7岁就这么有仇必报，等长大了岂不是要翻天？他若是只掀了几个瓦片，漏3、5个口子，我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。可他几乎掀了夏贵妃整个屋顶。经过这2回，以后就算爹娘还敢让北儿进宫，皇上估计也不敢让北儿进宫玩了。六皇子就在北儿那儿，没有皇上允许，六皇子出不了宫，他能来信王府，证明皇上知道事情的原委，并没有怪罪弟弟了。以后我被打了，你来探望我，能别带燕窝虫草吗？不带这个，带什么？你给我带串糖葫芦、糖人就行了，只有糖葫芦能安抚我受伤的小心灵。姐姐，我看看你的伤。我的屁股姐姐怎么能看？世子妃的医术没人能比，有世子妃给小少爷治屁股上的伤，很快就能好。那也不行，连我都不让帮他上药，把药膏给他就成了。大哥呢？我被他害得这么惨，他都不来看我。怎么是大哥害的你？大哥骗我说他给我买的风筝是京都独一无二的，花了他整整1两银子，我才舍不得丢，一定要找到不可。结果回府的路上，我掀开车帘看外面，一路上我看到了不下10只同样的纸鸢。我问了卖纸鸢的，那纸鸢只要20个铜板。我就问了问价格，那卖纸鸢的以为我嫌贵，18个铜板他都卖给我。娘，你派人把大哥叫来吧。昨你大哥一早出府后，到现在人都没回来，娘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。大哥又跑了，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可能3、5天，可能10天半个月。他什么时候想回来，自然就回来了。大哥一声不吭就离家出走，娘也不管管他。你这么点大，爹娘管着你都不乐意，你大哥那么大了，能乐意爹娘管着他吗？世子妃，药材买回来了。先放那吧。属下这里有张药方，世子妃看看是治什么病的。这方子哪儿来的？属下去药铺买药材，碰到了刘姑娘的贴身丫鬟，鬼鬼祟祟的去药铺抓药，走得还很急，连药方子都忘了拿走。属下觉得她行迹可疑，就把方子带了回来。快去刘府，阻拦刘姑娘服药。这是什么药啊？烈性堕胎药，多5、6个月胎儿的，她要服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是谁？姑娘，他是晋南王世子妃的车夫。好吧，
我是车夫。那你打翻我的药做什么？你来我刘家做什么？奉世子妃之命，阻拦你喝药。是什么砸碎了？姑娘没事吧？是我笨手笨脚打碎了个茶碗，姑娘没事。姑娘，那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我也想知道该怎么办。带我去见你们刘府大姑娘。可是大姑娘惹世子妃不高兴了。没有，我有事找她，不必惊动刘大人、刘夫人。刘姑娘，请开门。那药方谁给你开的？姑娘借口想学医，找赵大姑娘要了20几本医书，自己翻医术找的药方子。你知不知道，那药方是堕5、6个月胎儿的，你服下不只能堕胎，只怕连小命都一起堕没了。怎么会？书上写着不足2个月能用的呀。姑娘，你好像把方子抄错了，这书应该是被风吹了一页。我就说哪个庸医开的方子，感情这庸医是他自己。孩子是谁的？那日在大昭寺，你主子是怎么解的药劲？是不是你们打晕了宁阳侯世子？这个时候还隐瞒，等我告诉你们家夫人，你该知道是什么后果。是宁阳侯世子，当时姑娘情况危急，奴婢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，恰好有男子过来，奴婢病急乱投医，把人打晕了，才知道是宁阳侯世子。陈青，去请宁阳侯世子。脸色这么差，是脑震荡还没好，还是又被逼婚了，还是2个都有？这话说的，纯纯在我伤口上蹦跶。我娶妻之日都定下了，下个月16，乞巧也快了。就你连亲事都还没定下，你就不怕以后你儿子只有被我儿子打的份儿？宁阳侯世子，恭喜你要当爹了！看得出来他是谁意中的吗？我说的话，宁阳侯世子听见了吗？兄弟，谢你替我打抱不平，露真面吧，我请你喝酒。我没骗你。没骗我，那我可就当真了哈。只是你恭喜我之前，能不能先告诉我，我儿子他娘是谁？宁阳侯世子真要我说出你在大昭寺被人拖进小树林的，木指不会真的有儿子了吧？10有8九是有了。脸疼吗？何止是脸疼，我感觉脸都要被打肿了。哼，以后我儿子被打，你儿子就能幸免。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木指呢？他在窗外。府待的时间够久了，也该回去了。你们好好说话。我不会告诉你爹娘的。这一说，我带走了。我说在晚翠阁，你为什么看到我怕的转身就跑？原来真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。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都不清白了，你得对我负责。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别告诉我，你不打算对我负责。你什么时候让你爹娘去宁阳侯府提亲嫁给我？岳父岳母要不好意思去，我让我爹娘来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晋南王世子妃急匆匆来找小女，可是小女闯了什么祸？让刘大人、刘夫人担心了。是我无意间发现一张药方，知道是出自令媛之手，特来借医书一观。学医之人看到奇方，总是格外心急些，冒犯了。哎，世子妃言重了，正是因为世子妃勤学钻研，才有如此高超的医术，令人佩服。
晴儿，大白天的，你怎么把门拴上了？给娘开门，娘有话和你说。我娘来了，你快走！哎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哎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这会儿爹在衙门，娘回外祖家了，回去也见不到人。被新安郡王和齐萧气了这么多天，我必须得把场子找回来才行。真被人拖进小树林了？谁这么大胆啊？这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当爹了。你们俩等着生儿子，被我儿子打吧。世子妃，宁阳侯世子打了刘大少爷。哪个刘家？青天剑刘大少爷啊！宁阳侯世子之前就揍过他一回，也是在醉仙楼。有没有搞错啊？木指不是要娶刘晴儿吗？媳妇都还没娶到家，他就敢又揍自己准大舅子？难道是刘大少爷不同意嫁妹妹？可孩子都有了，不嫁也不行啊。世子妃，宁阳侯世子来了，说是找您有事。大嫂，你再给我点治腰扭伤的药吧。你真揍刘大少爷了？这消息传的未免也太快了点吧！借我几颗胆子，我也不敢揍他了呀。我就想和他聊聊，赔个礼。结果他看到我扭头就跑，不小心从台阶上滚了下去，把腰扭了。我真的啥都没干啊！郡王和齐萧能替我作证。怎么办？好想笑，可是我不能笑啊。福林，去拿药膏。你还来做什么？我说我没揍你大哥，你信吗？那你也不能吓我大哥呀。我就是再混不吝，我也不能吓自己准大舅子呀。我就朝你大哥笑了一声，他转身就跑。就和你上回一样，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也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。不信你问你大哥，我是不是只对他笑了一下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做。我找江南王世子妃要了些治疗腰扭伤的药，你送去给你大哥的时候别忘了问啊。别人冤枉我就算了，你不能冤枉我。明天去刘府给儿子赔罪，这些东西也不知道够不够消人家的气。娘，儿子能不能求你件事啊？要求娘什么事啊？儿子相中了个姑娘。哪家姑娘啊？她身份有那么一点特殊。花楼里的姑娘想都别想，你敢有这念头，你爹都能打断你2条腿。我说的特殊不是这个特殊，她是清正人家的女儿。既然你看中了，娘去给你提亲就是了。对了，你还没告诉娘你看上了哪家姑娘呢？满京都没出阁的大家闺秀，只要不是青天剑刘府的，娘都有脸开口。夫人多虑了，世子爷怎么会看上刘家姑娘呢？说的也是，你到底看上了哪家姑娘啊？这么藏着掖着，问半天也不说。还说啥呀？说了娘这一整晚都该睡不好了。还是让娘睡个好觉吧。你还来做什么？我说我没揍你大哥，你信吗？那你也不能吓我大哥呀。我就是再混不吝，我也不能吓自己准大舅子呀。我就朝你大哥笑了一声，他转身就跑。就和你上回一样，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也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。不信你问你大哥，我是不是只对他笑了一下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做。我找江南王世子妃要了些治疗腰扭伤的药，你送去给你大哥的时候别忘了问啊。别人冤枉我就算了，你不能冤枉我。明天去刘府给儿子赔罪，这些东西也不知道够不够消人家的气。娘，儿子能不能求你件事啊？要求娘什么事啊？儿子相中了个姑娘。哪家姑娘啊？她身份有那么一点特殊。
花楼里的姑娘想都别想，你敢有这念头，你爹都能打断你2条腿。我说的特殊不是这个特殊，她是清正人家的女儿。既然你看中了，娘去给你提亲就是了。对了，你还没告诉娘你看上了哪家姑娘呢？满京都没出阁的大家闺秀，只要不是钦天监刘府的，娘都有脸开口。夫人多虑了，世子爷怎么会看上刘家姑娘呢？说的也是，你到底看上了哪家姑娘啊？这么藏着掖着，问半天也不说。还说啥呀？说了娘这一整晚都该睡不好了。还是让娘睡个好觉吧。娘，你去刘府给我赔礼，赔礼完当着刘夫人的面拆这个绿色荷包，要是事情没办成，你再拆这个蓝色的，办成了您就别看了啊。你在玩什么花样啊？赔个礼还给娘出锦囊妙计吗？知道了。夫人，荷包。对，差点把儿子交代的事儿给忘了。娘，儿子看上刘家大姑娘刘岑儿，非她不娶。您帮儿子和刘家提亲。这是怎么了？府上大姑娘可是龟字晴儿。宁阳侯夫人为何这么问？府上姑娘蕙质兰心，又与我儿有缘，我想，宁阳侯夫人是在与我们刘家开玩笑吗？刘大姑娘在大昭寺误中春药，儿子舍身相救于她，她已怀了儿子的骨肉。刘夫人要不信，让她询问刘大姑娘。好生招呼宁阳侯夫人，我去就来。夫人怎么来了？这会夫人不该再招呼宁阳侯夫人吗？当真怀了宁阳侯世子的孩子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昨儿晋南王世子妃来找你，是为了宁阳侯世子的事。姑娘怕宁阳侯世子知道，会祸及您和老爷大少爷，就找赵大姑娘要了20多本医书，从里头找了张堕胎方子，让奴婢去抓药。那药方子姑娘抄错了，要不是晋南王世子妃发现，及时派人来阻拦，姑娘小命都难保。我是你娘，有什么事儿不能跟娘商量着来？别哭了，这事说来是你大哥没办好，也不能全怪你和宁阳侯世子。这关大哥什么事儿？宁阳侯世子找你大哥帮忙，算他未来世子夫人在哪里。你大哥就合着他的生辰八字算了天河的八字，结果写到最后，发现那生辰八字是你的。你大哥呀，怕宁阳侯世子误会，就改口说算不出来。他前后不一，惹恼了宁阳侯世子，才被他揍了一顿。宁阳侯夫人这会儿应该还没走。宁阳侯世子为人厚道，要不是我实在不同意，他也不会说出你怀身孕的事儿，还瞒了大半。这亲事娘同意了。世子妃，宁阳侯世子和刘大姑娘成亲之日定下了，下个月初8，比西安郡王迎娶冯大姑娘还要早几天呢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是29吧？就算急，也没必要这么急吧？世子妃可知道外面是怎么议论宁阳侯世子和刘姑娘这桩亲事的？怎么议论的？因为刘大少爷算出来宁阳侯世子一辈子成不了亲，遭到宁阳侯世子的惨痛报复，刘家怕刘大少爷被欺负死，不得已嫁女消灾。这会儿一堆人在替刘府抱打不平，骂宁阳侯府仗势欺人。虽然木质很惨，但是真的有点好笑。
这是做什么？给我把脉。你中毒了？给我把脉看看，我身体有没有毛病，不然我日夜耕耘。为什么你都没患上身孕？你没毛病，问题在我。你有什么问题？我之前鬼水不准时，不是吃药调理了吗？那些药有避孕的效果，我嫌吃药麻烦，用药效果管的时间比较长。管多久？半年。我服用的时间早，上个月药效已经过去了。要这么早生孩子做什么？你就不怕生得晚，回头你儿子被他们儿子打呀？他们只管先生，回头我一次生俩，我就不信他们一个能打我2个。孩子是你想生2个就能生2个的？你不是总说我嘴灵吗？为夫还以为你靠的是医术，没想到你靠的竟然是嘴。不过这话还真没法反驳，因为娘子的嘴是真灵了。世子爷，世子妃，二少爷坠崖了。谢白眼应该还没到流放之地吧？宋国公这么着急要他的命吗？流放又不是去享受，多折磨一段时间不行吗？难道是怕云家公主身份爆出来，皇上大赦天下吗？父王不是派了暗卫保护二少爷吗？王爷派了3名暗卫保护二少爷，但在一处茶摊歇脚的时候，茶里被下了药，当时就有2名暗卫被撂倒了。有1名暗卫去方便躲过一劫，他断后让二少爷骑马逃跑，但刺客追了上去，追到悬崖处，二少爷不敌就跳了下去。事后3名暗卫下去寻找，没找到二少爷，只看到几块带血的破布，还有被狼啃过的残肢。那残肢是不是二少爷就不确定了。你是说那3名暗卫都还活着？世子妃为何这么问？宋国公为人心狠手辣，既然出手，必不会留活口，更不会给机会让人回来传信。这事透着些不寻常，不知道是宋国公在固步一阵，还是有人觉得靖南王府和宋国公府的火烧得不够旺，想要火上浇油。你告诉我，妍儿她真的坠崖了吗？扶她回去吧。我知道你眼里心里只有王妃，最疼的是世子。可妍儿她也是你亲生的，她被人害死，你就这么无动于衷吗？妍儿是坠崖了，但是一日没找到她的尸体，她就有可能活着呀。你作为母亲就不能往好处想吗？就算妍儿活着，你一日不除掉宋国公，她回来也不会有安生日子过。郡主，扶她回去吧。世子妃，南康郡主昨晚上又晕了，吴妈妈自作主张把她扶回牡丹院了。王爷就这么放南康郡主回去了吗？唉，二少爷凶多吉少，南康郡主就3番5次的吐血，他被抬回牡丹院，王爷还能让他再搬去佛堂住吗？说的也是，二少爷毕竟是王爷的亲儿子，就算给出事的二少爷面子，王爷估计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云夫人今早来探望南康郡主，临走的时候带了个匣子走。云夫人是谁？被贬的赵王妃啊。云夫人走的时候，手腕上戴着三太太常戴的那只玉镯子。奴婢觉得奇怪，就打听了下。云夫人去探望南康郡主的时候，三太太也去了，笑着去的，但走的时候脸色极其难看。三太太不会是送上门去被打被抢了吧？派人盯着点牡丹院。接下来几日，牡丹院陆陆续续的往外抬出去20几口大箱子，全都送到了赵王一家如今居住的院子。送完东西后，南康郡主就从不吃不喝变成了好吃好喝，什么稀罕吃什么，什么驼峰熊掌，什么爆胎鹿筋，府里没什么他吃什么，天天让丫鬟去大厨房传话。虽然带着银子，可这大热天根本没地方搞这些稀罕食材，大厨房叫苦不迭。苏唐本以为他把嫁妆搬走是在安排后事，可后面这一系列操作真叫人有点看不懂了。
苏糖姐姐，这么巧，有什么话直说就是，和我还见外。我大哥离家出走了。啊？他怎么离家出走了？他受委屈了吗？我大哥经常离家出走，我们都习惯了，回头你也会习惯的。我习惯什么？王府好像着火了。哪儿着火了？牡丹院。怎么是牡丹院啊？啊，白担心这么半天了。王妃，你手烫伤了，还是先回天香院上药吧。王爷怎么还没出来？王妃怎么会烫伤？南康郡主寻死，拉王妃给他陪葬。幸亏王爷回来的及时，不然就真如南康郡主所愿了。今天是王府发月钱的日子，一般都是到天香院领，各院都发完了，只有牡丹院没有领，宁妈妈就让雪梅送过去。本是按照牡丹院人数送的钱，可一转身的功夫，月银就少了20两。牡丹院的丫鬟拉着雪梅不让她走，非得弄清楚这钱到底去哪儿了。雪梅是王妃的大丫鬟，被扣着不让回去，王妃气不打一处来，就来牡丹院救她。南康郡主这些日子特别正常，该吃吃该喝喝，正常到仿佛忘了自己那一双儿女，还神经的在屋里点了许多蜡烛。他支开丫鬟，说要跟王妃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说着说着就把王妃推倒，打翻烛台，点着了床幔，火一瞬间就烧了起来。天气本就干燥，南康郡主屋子里又放了许多易燃物品，等院子里的丫鬟反应过来，已经来不及进屋了。王爷下朝回来，本想去军营，却突然感觉一阵不安，急急忙忙赶了回来，把王妃救了出来。救完王妃，又冲进去救南康郡主，直到苏唐赶过来都还没出来，着实让人捏一把汗。送他去佛堂，再给他请个太医。唐儿，快给你母妃处理伤口吧。有点疼，母妃忍忍。母妃忍得住。母妃放心，不会留疤的。这么看我做什么呀？如果王爷有什么闪失，我宁愿你不救我。你要是死了，我活着也没多大意思。救你就是救我自己啊。那南康郡主呢？从今以后啊，你我之间没有他了。王爷救了南康郡主，南康郡主就死不了。王爷为什么还那么说呀？你问我，我还想知道呢。母妃伤得如何？母妃手被烫伤，已经上过药了。哎，母妃在和父王说话呢，你还是过会儿再去吧。他想死，还想拉着母妃给他陪葬，父王不成全他，反倒救他。父王到底在想什么？世子爷、世子妃，赵王，南康郡主的兄嫂来了。我好像懂父王为什么要救南康郡主了。走，看热闹去。好端端的牡丹院怎么会着火？来得正好，你们不来，我也要派人请你们来。你要休了南康？南康郡主以郡主之尊嫁给靖南王你做侧妃，为你生儿育女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今日也貌似救她出火海，就这样休了南康，未免太叫人寒心了。我给他一封休书，让你们接他离开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就冲他今日谋害本王的王妃，我就是处死他，都是他罪有应得。你既然容不下他，又为何要救他？哼，这样蛇蝎心肠的女人，不配入我靖南王府祖坟。父王果然是这么想的，休书只有活着的时候给才管用。要是南康郡主真的烧死了，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王怎么也不可能跟一个死人计较。到时候母妃的气出不了，南康郡主还会以侧妃之礼风光下葬，想想都要呕死了。
今日你们不带走他，本王就以纵火行凶的罪名将他送进刑部大牢了。还是带南康走吧，靖南王府容不下他，留下来没得叫人害死。谁害他了？都是他在害我们好吗？南康郡主这名字一定是没起好，以前是南康，后来是南堪，现在直接难看了。母妃可受惊了？长儿给我开了安神药，我已经喝过了。这封休书早些给，母妃哪用受这份罪？确实给晚了，早知道如此，就不该顾及皇家颜面。王爷，南康郡主没醒，吴妈妈求您等南康郡主醒了再送她走。本王说的还不够清楚是吧？牡丹院上下随南康郡主一起离开。不好了，八少爷落水淹死了。八少爷怎么会落水？身边没人看着吗？去负责照顾八少爷的丫鬟说，因为牡丹院走水，八少爷要去看热闹，丫鬟拦着不让，八少爷推他，丫鬟崴了脚，一瘸一拐的追不上八少爷。等丫鬟到牡丹院，没见到八少爷的人影，找了一圈，还是花园里的丫鬟看见八少爷飘在水里。八少爷落水当真是意外吗？怕不是趁着丫鬟婆子都去牡丹院帮忙，就将魔爪伸向了一个孩子。如此歹毒的心肠，简直叫人毛骨悚然。刘姨娘痛失八少爷，在莲花池边哭晕过去，被三老爷抱回南院。正好府里给南康郡主请了太医，诊完脉要走，被三太太请去给刘姨娘把脉。结果世子妃猜怎么着？刘姨娘怎么了？太医诊出刘姨娘有身孕了，足有2个月。听说当时三太太脸就气绿了。没有哪个主母愿意看到妾室有孕的。不过三太太脸绿的原因，怕不是因为除掉了一个八少爷，又来了一个9少爷吧？我要见世子妃，我有要紧事要见世子妃。谁在外面喊啊？世子妃，是牡丹院的2等丫鬟碧珠，在外头嚷嚷着要见您。王爷已经把牡丹院的丫鬟赶出府了，你们怎么还让她进院子？快把她打发走，没得吵着世子爷世子妃吃午饭的好心情。放她进来。世子妃，你救救奴婢，奴婢不想被赶出王府。你既是南康郡主院子里的2等丫鬟，该知道我和南康郡主关系有多差。你不想被赶出王府，跑来求我，你觉得我会帮你吗？世子妃想不想知道，为什么三太太给南康郡主一巴掌，南康郡主却没有把三太太怎么样？三太太给南康郡主一巴掌，南康郡主却没有把三太太怎么样？我确实很想知道这件反常之事，但你该知道，欺骗我会是什么下场。奴婢知道。说吧。当年王爷救南康郡主是三太太算计的。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告诉我和世子爷。奴婢虽然是牡丹院2等丫鬟，但奴婢从来没有帮南康郡主做过恶。牡丹院里其实除了那几个心腹丫鬟婆子，其他人都不错。求世子妃帮帮奴婢，奴婢不想被卖出府。我帮你向王爷说情，以后你就在静默仙当差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带着丫鬟来，是让父王亲耳听听，您和母妃过去20年是怎么错过。把三太太给我抓过来！那次犯了什么事儿啊？要被抓来天香院审问呢？犯了什么事儿？你的好夫人呢？把本王和王妃玩弄于股掌之间20年。夫人有几斤几两，我还能不清楚吗？她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？谁敢在王爷面前嚼我的舌根？看我拔了他的舌头！三婶扇南康郡主巴掌时说的话，被南康郡主躲在屋子里的丫鬟听得一清二楚。如果三婶觉得丫鬟的供词不够，那吴妈妈的呢？需要把吴妈妈抓回来，当着三婶的面再问一遍吗？赵管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20年前，三太太想嫁王爷不成，给王爷下药，
最后嫁给了三老爷您，飞不上枝头做凤凰，因此恨结王爷。直到王爷王妃两情相悦，情投意合，便从中作梗，让王妃以为赵王是王爷，又让南康郡主做王妃的打扮，让王爷误以为王妃出事，舍命相救，摔断了胳膊，不得不娶南康郡主。赵管事说的事儿是不是真的？当年确实是你算计了王爷和王妃吗？确实是你算计了王爷和王妃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当年南康郡主羞辱我，我给她一个教训，那是应该的。我没有拿刀架在王爷脖子上逼王爷救南康郡主，王爷自己舍命相救，与我何干？至于让王妃误会赵王，我只不过知道实情，没有告诉王妃罢了。罪长在我身上，我有选择说与不说的权利。当年之事，南康郡主并没有怪罪我，如今王爷已经休了她，又有什么立场替他南康郡主出这个头啊？真是服了，一番狡辩下来，三太太是一点错没有，还把自己给说激动了，一边以王爷王妃痛苦挣扎取乐，一边又在明德侯府出事的时候对王妃进行道德绑架，王妃不肯帮忙就说人家忘恩负义，我真想把双标这2个字刻在你的脑门上啊！三太太的贴身管事妈妈招供，三太太为了能让三姑娘顺利代替大姑娘嫁进宋国公府，指使人暗中下手，让王妃和南康郡主惊骂，令丫鬟下霜招供，是三太太让丫鬟把八少爷推入水中。拉开他！雪梅，去拿笔墨纸砚给三老爷。父亲，您就容他们如此欺负母亲吗？这么蛇蝎心肠的女人，不配做你的母亲。明德侯府已经没了，按照7出3不去，你给不了他休书。不是说老夫人喜欢那对龙凤胎吗？如今被三太太害死了一个，老夫人怎么反而不让三老爷休妻？不会是单纯的想给父王母飞添堵吧？那我可就要跟你抬杠了。